我可不记仇，我有仇都是当场报。母亲，沧海他，你放心，他没死，我也不是他的仇人。他没死，我也不是他的仇人。女儿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我不觉得苦了，这些日子，我确实觉得很难过，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，都过去了。我很喜欢他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您能答应吗？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，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，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。没有想到啊，原来冬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。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津侯亲口告诉庄之行的呀，难道平津侯没有说实话？庄之行是平津侯的世子，是他唯一的指望。平津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？是啊。庄之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，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。他恨他的父亲，但他更恨我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。殿下，殿下。站住！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。有一天，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，再也找不着家了。它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，游啊游。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，就一直陪着它。他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，一直帮它，照顾它。日子久了，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。可哪知道，这小鲤鱼不仅傻，心思还坏得很。它自作聪明，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它的父母亲人。不管小天鹅对它有多好，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，替家人报仇。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，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。小天鹅太为难了，他舍不得小鲤鱼，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，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。可谁知道，
吃了小鲤鱼父母的，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。得知真相的小鲤鱼，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，就这么把它孤零零、冷冰冰地丢在一边。你说，小鲤鱼该不该死？该死。往事随雪捧入壶中，煮一盏爱恨成痴痛。饮尽此杯敬也是。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，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。随风翻涌，岁月将人灼成霜。心已经死了，伫立在远处，不敢伸指触。活不过来了。爱是宿命一场血肉，是心中风雨月相逢。因模样则不如。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，不敢求它的原谅。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它吗？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殿下。爱是宿命一场血肉，是心中风雨月相逢。因模样则不如红尘里相拥。只如岁月满地沉重。你的伤还好吗？深入之中，回首一见中匆匆。爱是宿命一阵春风，是心动，雪与花相逢。破开千人千锋，俗世都成颂。去路杨柳离波动，桃花红，不看乱世踪。回首一见中从容。殿下，你武功高强，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，我这手臂就该废了。你还敢叫我殿下？安徒，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我不配有今天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以后，只要我找你，你就必须来见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安徒，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，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。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！我是东夏的公主，又是枕楼的老板。我的家人、朋友、喜欢的人，我现在通通都有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某人太贪心了。我不能贪心吗？看你
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小天鹅变小青蛙了。还不是因为你。是，都是在下的过错。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，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。我可不记仇，我有仇都是当场报。藏海，现在我母亲在，你也在，误会也解除了，我觉得很安心。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。我可不困，今天枕楼不待客，只要我想，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。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今天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。你受伤了，需要休息。好，我说，那你想听什么？什么都行，你先说。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2鞭子说起。藏海，我不说，不说。呆子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。什么10年前，我父亲在东夏修筑风扇台，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。所以你说呀，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。10年前我就见过你，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1天，又见到了你。而且之后，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。安图，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。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，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。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，一路迁徙到了东边。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，成就一番霸业。不久，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，她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传言说，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，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，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。后来，她自立为王。她就是东夏的第1任王，傅贤女王。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，
虽攻城略地，战无不胜，可他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。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再也无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。傅贤女王知道，那是他使用鬼玺后的反噬，于是他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，葬在他的尸身之旁，并嘱咐后人，永不可开启地宫。但300年后，他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，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，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，那3条铜鱼。再后来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了。在武和35年，在与大庸对战的战场中，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庸，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，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。在贞顺9年，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夺找到。千百年来，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。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，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，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。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，鱼手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。之前我与曹敬贤合作，就是为了铜鱼，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。殿下想我怎么做？直到今日，你的第3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。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，我就助你找到第3个仇人，为蒯家报仇。藏海愿与殿下结盟。别着急，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，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殿下请讲。罗盘和我女儿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你选择罗盘，就是选择继续复仇。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。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，我要你放弃复仇，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。母亲，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？殿下让我选，我选不出来。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：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，是留给殿下的。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。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，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？你威胁我？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，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？母亲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。自从我来大庸，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，女儿从未怕过，今后也不会怕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。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。
藏海，谢殿下成全。从今日开始，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。臧大人，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啊，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。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，哼，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，还想着害别人。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，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。不过呢，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。王爷，您说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？那楚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，要不臧大人干脆也挪一挪。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，难道你们都忘了？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？蒯夺可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不也死了？藏海，你别慌，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，换个位置，本王给你挑挑。多谢王爷。不过下官对钦天监心有所属。方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，下官从未听闻。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？蒯大人的事，你当真想听？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。嗨，他跟楚怀明不一样，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，而是全家被灭门了。竟有这事儿？怎么钦天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？你刚当上监正，哪个不长眼的敢跟你聊这个呀？这个蒯夺啊，本应该是在东夏修封禅台，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，这封禅台竟然塌了。他呢，偷偷地跑回了京城的家中，却不明不白地被盗匪劫杀，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，无一人生还。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。依王爷所见，会不会是仇家所杀呢？哼，要不说臧大人就是聪明啊，本王也是这么想的。后来还去调查了此案，蒯夺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，后来这些盗匪也被抓住了，重刑之下也认了罪，此案才了了。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？按理说呢，有几个罪不至死，但蒯大人那可是五品监正啊，朝中对此事愤慨的大有人在。当时还是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，更是上表请皇上严办此事，最终无一流放，全都杀了。王爷，下官有一事不明白。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，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从东夏回来了呢？藏海，你似乎对蒯夺的死很感兴趣。王爷，下官也怕死啊，总得想想办法。这万一真的是钦天监的风水有问题呢？哎呀！哎，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上这个来呀？哪个家伙起的头啊？王爷，您不聊蒯夺，哪个敢说呀？啊！你看我这记性，我自罚一杯啊！自罚一杯！哎呀，来，咱们也满上！来，都满上！敬王爷！哎，敬王爷！
沈用，王爷，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？怎么还没到啊？今日可不同往日，这花魁是见王爷的，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啊。哦，那本王就再等等，免得催得太急了，让这花魁画成个大花脸了。王爷，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，想与王爷交好，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。什么酒啊？此酒名为桑这枕楼洛。的美酒啊，味道真不错。好酒。王爷，这什么酒啊？香。王爷，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？想都别想，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。好了，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，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。要是有本王瞧上的，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洛酒喝。臧大人，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鉴宝的习惯，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，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。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。玉猪龙，王爷好眼力呀！说吧。赏。王爷，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，打开瞧瞧。是。王爷，请看。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？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。阴兵？正是。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？能用得上这个？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，不甚了解呀。王爷，我倒是知晓一二。哦，我曾经听一个从边疆回来的老族说过，这阴兵只有肉，没有血，哪怕是刀剑砍下去，伤口很快就会愈合。大军过境，尸横遍野，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。宝物？藏海，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？鬼玺啊！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。老族说他没有见过，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。不过王爷怎会知晓？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。
哎呀，你们都紧张什么呀？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，是前线战事告急，忧愤而取。本王啊，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，也是好奇的很啊。李福，王爷，依本王看啊，这东西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，还不如臧大人说的有意思呢。是。好了，你们的东西啊，我也都看完了，但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。瞧瞧，这折三钱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，我特地找人去买，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，听说花了不少银子。本王这气还没消呢，今日啊，就得了这么一整套。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？有福之人，是有福。哎呀，要说这古币啊，还得谢谢臧大人。臧大人，当赏。多谢王爷。臧大人，祝你官运亨通。多谢姑娘美意。臧海，这酒滋味如何？王爷，此酒醇香无比，但实在太辣了，下官喝不下。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！王爷，你这不公平，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古币？咱们得用此酒来赌点别的乐子。哎，这酒啊，本王啊，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。哎呀，不行了，那个神勇啊，来，哎呦，扶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。慢点，哎呦，等等，哎呦，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。哎呦，慢点。你们都别偷本王酒喝啊！不敢。哎呀，走，王爷慢走。李大人。香小姐，臧大人，喝酒。香小姐，你怎么会？怎么，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喝不喝？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，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。多谢香小姐帮助我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，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，也没有送给你。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，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？行。臧大人，沈大人。哎，臧大人，你这可不对啊！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？哎呀，沈大人，我这实在是喝不下了。哎呀，臧大人，王爷可说了啊，你今天得尽兴，你可不能拘着啊！来，来。刘大人，我陪你喝一杯啊！来。王爷，王爷。
醒醒，继续喝啊！喝不下了。王爷，您回到府上了，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。不必，在这儿就行。王爷，您的鬼玺丢了。鬼玺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不过臧大人，王爷是真的喜欢你，还赐你酒喝。哎，不过这酒啊，着实是好，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。那王爷现在如何？哎，无妨，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，只消片刻便能醒酒。您当真没见过鬼玺？站住！什么人？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。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？说，你刚才干了什么？王爷，哎呀，您看，这是什么？呀，您都把折3钱忘在外面榻上了，这要是丢了，下官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呀？本王今日确实喝多了，哎呦，还杵在那儿干嘛？还不快去把王爷的拓本换个新的？快去！好你个藏海啊，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3钱。那王爷，不如您再赏我一杯您的美酒。方才下官喝第1杯的时候被人笑话，这下官怎么着也得把自己的面儿给找回来，是不是？赏，多谢王爷。那下官讨酒去了。等等。刚才有人在本王耳边问我什么话？哦，方才下官见着沈用从您这儿回去了，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了什么？不对，是个女的。女的？说什么来着？哎，王爷，您喝多了。我起开！王爷，我可进来了。王爷可真会耍滑呀，跑到这儿多久不说，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。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？原来是六出啊！王爷今日在枕楼设宴，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？王爷，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，想看我跳哪支舞，您倒好，一句话也不理我。是吗？今日来，没提前让您知道，您不会怪我吧？你给本王这么大个惊喜，本王怎么会怪你呢？六初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，
下官任青天剑监正藏海。对，模样还真是俊俏。下官见过六出姑娘。姑娘，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，还真是新鲜的很呢。王爷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新物，您何不移驾观赏？好啊，六出姑娘。蒯大人之事，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？蒯夺可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不也死了？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，无一人生还。你似乎对蒯夺的死很感兴趣。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？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。本王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，也是好奇的很啊。醒了？六叔师傅，你喝这么多呀，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？可惜聊了那么多，还是不能确定永荣王爷是不是第三人。他不是，你不必再查了。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，王爷正好在夜宴上。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。都过去这么多年，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火。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，我当时也在。众人黄昏上船，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东北方驶去。天亮才靠岸，还是王爷先发现，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，大家才出去看的。也就是说，那一晚赴宴的人都不可能参与我家灭门。是啊，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，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，省得你白费功夫。多亏师傅今日来解围。这是解酒用的，你把它冲泡开，给他服下。好。还好你通知我，否则今天这局，他怕是过不去了。毕竟他提前出师，很多事儿他还没有准备好。对，若是如你一样，他便过得去了。那是，我是他师傅嘛。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哎。
小海，师傅进来吧。起来了。哎，我给你熬的粥，快来。哎呦，多谢师傅。来，快喝。怎么样，酒醒了吧？嗯。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，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有什么收获吗？昨日一整晚，我都在怀疑永荣王爷，但六出师傅的话，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。哎，不过，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，让我有些在意。谁？户部尚书赵大人，赵秉文。赵大人有问题？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，不过在那之后，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，最后那群盗匪都被杀了。这伙盗匪，不是被收买，就是屈打成招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只要有活口留下，难免会真相败露。不过赵大人这么做，也情有可原。我爹为人正直，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，也是正常的事儿。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，我都不想放过。是呀，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。看来，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。